作为一个手握5000亿的富婆，前世恋爱脑的我疯狂迷恋渣男，结果被渣男无情抛弃。重生归来，我发动超能力，无视男神苦苦哀求，带着家人悠闲度过末世。我重生了。重生在我中了5000亿彩票的第2天，也是极寒末世来临的前1个月。上一世，恋爱脑的我只顾着给男神库里南迈巴赫买，爱马仕香奶奶买。然后极寒末日来临，物资大涨价，奢侈品变成了一堆垃圾，50万只能买1袋面包。结果我没撑过1个月就歇菜了。失去意识前，眼前一望无垠的皑皑白雪，转眼变成了温暖富丽的售楼处。从指尖弥漫到心脏的彻骨寒意还没有退尽，我头痛欲裂，下意识扶住了身边高大的人影。月不眠，你到底买不买？循着声音，我抬头看去，对上毛不凡写满厌恶的帅脸。毛不凡是我舔了4年都没追上的男神，在得知我中了彩票之后，让我全款送了他一套别墅。没办法，我真的很喜欢他演的末世文男主，为了跟他在一起，我咬咬牙买了。结果没想到末世降临后，他连哄带骗的让我去找物资，得知我什么也没找到，连门也不愿意开，让我活生生被冻死在了门外。我回过神，故意做作地问售楼小姐：那什么姐姐，咱这有便宜一点的别墅吗？我是学生，能不能送我？售楼小姐礼貌微笑：不好意思小姐，这里是豪华别墅盘，没有这种服务哦。说完，周围的人都对着我们指指点点，我毫不在意，起身离开。月不眠，不买你就别装阔，行吗？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。毛不凡追出来，气得满脸通红。我无所谓地回他：哼，怎么不给你买房你觉得丢脸？吃软饭的时候怎么没觉得丢脸？明明是你求着我要给我买的，又不是我要的，而且你有必要那样吗？丢死人了。哦，那我现在不给了，你滚吧。我不再理会毛不凡，打了辆车就准备回家。到家后，我好不容易静下心，大脑也开始转到了正事上。我好不容易重生一回，还手握巨款，这辈子可不能重蹈覆辙。我开始盘算建造安全屋的选址，城市人口密度太大，不合适。农村虽然偏远，但人口也不算少，村子一户挨一户，买下来也不安全，必须找一个远离人群还得面积大的地方。对了，养殖场。我灵机一动，养殖场不仅远离市区，还可以养一些鸡鸭牛羊，简直是最好的选择。说干就干，我立马开着新买的豪车去了距市区100多公里的养殖场基地。他们听完我的要求，纷纷摇头。正当我思考要不要拿钱砸死他们的时候，一个大哥走到我身边：妹子，我这有个闲置的养殖场，就是远点，你看有没有兴趣？我眼前一亮，当即拉上大哥，开车去了他说的地方。那里道路崎岖，几乎是四面环山。养殖场是一个占地1600多平方米，外墙是水泥墙，内部分为2部分。前半部是牛、猪、羊3个棚区，牲畜不多，只有2头奶牛、3头肉牛、4头羊和8头猪，占地面积并不大。后半部分左边是一个大型菜地和一个化粪池，右边半部分有个大型鸡鸭棚，还有一个大仓库以及连通在一起的小2层自建房。整体来看我很满意，便开始跟大哥研究价格。大哥看了看我的穿着，试探性的比划了个2的手势。我故作沉思，讨价还价后，我以160万的价格购买了这个养殖场。当我还在为了自己的砍价技术沾沾自喜的时候，大哥怕我反悔，当天就跟我去办了过户。临别之际，他还送了我一本畜牧养殖手册。你那么开心干嘛？其实我原本想报的是20万。看看时间才晚上5点，我直接打车去最豪华的酒店胡吃海喝一顿才回家。养殖场很简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改，但我现在是富婆，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，这些事情还是交给专业人士来办吧。第2天，我来到了本市最有大的建筑公司，加钱预约了设计师跟我来到养殖场。我要能媲美南北极科考站保暖方案的建设方法，帮我把养殖场改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。钱不是问题。设计师交图纸是3天后了，我也没闲着，租了一辆大卡车，买了炭火、充电宝、自热米饭、水、种子、药品等物资，搬到了养殖场的仓库里。建筑公司开出2000万的价格，说工期最快也得3个多月。我把价格提到8000万，要求他把工期缩短，24小时轮班工作，必须在3周内竣工。许是我砸的钱够多，他们咬咬牙答应了。动工的第1天，我又给老家的父母打了电话，以想他们为借口，让他们过来看看我。第2天的晚上，我接到了爸妈，斟酌再三，我没有隐瞒，跟他们说了我的重生和低温末世即将来临。父母见我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
当即沉思起来。过了一会，我爸叹了口气：“闺女，你受苦了。”我的眼眶也湿润了。上一世被冻死的感觉仍然让我心有余悸，但我没时间伤心。我把养殖堡垒计划讲给他们，又给我爸看了采买清单。我爸皱了皱眉，把我的清单划掉，重新列了一份：5万袋大米，5万袋面粉、巧克力、酒类、日用品、香肠、青霉素药品若干，猪饲料1万斤，牧草3万斤，鸡饲料5000斤。爸，这么多东西能装得下吗？牧草必须要多，牛羊的食量需求巨大，饿死也不行。我看了下这个图纸，让建筑队把尽头这墙砸掉，扩建一个更大的仓库出来。说罢，我爸带着我们娘俩出门直奔仓储超市。爸，我们至于这么着急吗？我爸没搭理我，车开得更快了。我们直接找到仓储经理，我给了他一张卡，把我的物资清单给他，并且写了另外一个掩人耳目的地址，要求工人装好后立刻送上门。经理本来还觉得我们在用清单耍他，接过卡后立马被里面的钱闪瞎了，点头哈腰，连忙招呼工人工作。解决物资问题后，我们又驱车去了养殖场。我爸接过设计图，让建筑公司把一层最角落挖开，准备修一个超大地下防空洞。我心领神会，连忙打电话给负责人，又打了2000万过去，说了下新要求，还让他们再加1倍工人，必须尽快完工，并且完工后还有额外费用。钱给的够多，我成了他们的最大客户，他们派来的工人更多了。打井、扩张仓库、造防空洞、修建大棚，1天时间，养殖场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最显著的还是防空洞，说是防空洞，其实就是一层新的占据600多平方米的地下一层，只不过所有材质都是防空洞材质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接到了毛不凡的电话：月不眠，给我转10万，我就不计较你不给我买房的事了。因为我开的是免提，我爸妈也能听见毛不凡说话，听得他们一愣一愣的。天还没黑呢，你大白天就做梦啊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，不就想跟我在一起吗？只要你把钱分我一半，我就同意你的追求。我懒得搭理他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末世在即，上辈子的仇历历在目，他除了这张脸哪哪都是缺点，而且如果不是他，我怎么可能嘎得那么快？时间来到第7天，我订购的物资大多也都已经到之前租好的仓库了。我特地从外地雇了一批工人，让工人按照而求搬运到提前建好的地下仓库，按物品类型分区，有酒水饮料、零食、泡面速食区、火锅底料区、主食区、日用品区等区域。空余位置放了电热锅、烧烤架、烤肉炉等用品，以及20个大型冰柜，几百个冰柜里面都储存了满满当当的新鲜肉类，各类海鲜应有尽有。如果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不会宰杀牲畜，毕竟都是无限可利用资源。距离末世仅剩1个星期，所有的工程也都彻底完工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。蜗居了5天，末世前期的异常天气也逐渐显露。先是无端的气温升高，全国各地平均气温直逼45度，南方部分地区突破55度、60度大关，马路上都能感受到热浪来袭。高温持续了1个星期后，气温终于转凉。正当人们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一场特大暴雨突然来临，紧随其后的就是天空中豆大的雨滴夹杂着冰雹噼里啪啦落下。我心一沉，前世就是这场雨之后，低温极寒末世就会彻底到来。思虑再三，我还是在网络上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关于低温极寒末世的分享帖。现在已经来不及让他们去建设安全屋了，只能让大家尽可能的囤羽绒服、棉被、食物和水、暖宝宝以及充电宝。帖子发出很快被顶了上去，很多人在下面留言，已经按照博主的分享开始囤货了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看着绝大部分网友都还理智，我也有些欣慰，希望我这微薄的帮助能让更多的人尽可能的活下来吧。也是这天，我收到了另一个本地电话，没多想我接了起来。月不眠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极端天气了？听着电话那头毛不凡的无能狂怒，我笑了。啊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你别装傻，那天你在售楼处装疯卖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你那么有钱，为什么儿子降身价？现在一想全都联系起来了。你只要让我搬过去，我就可以不计前嫌，只要你听话，我还会跟你在一起，怎么样？只不过是高温和暴雨，我家也只是存粮多一些而已，你为什么这么想搬过来？你别想蒙我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住在哪，但我有你的信息。天灾不断，人都是没有心的，你也不想我曝光出去，让大家都注意到吧？我沉默了，和父母对视一眼，老爸点点头。我瞬间明白了老爸的意思，故作害怕。凡凡，你不要说出去。
这间房子本身我就是想跟你一起住的，想给你个惊喜而已。谁让你之前对我那么冷漠？明天你就过来吧。哼，这才对。末世之下，我们2个人相互依偎，我也会好好对你的。挂断电话，我的脸色一下子难看了起来。没错，他确实是找不到我们，但如果他把事情上报给官方，恐怕也会引起不小的麻烦。我把毛不凡拉出黑名单，给他发了定位。这一晚我们睡得都不是很安稳，真希望这雨下的再大一些。只而暴雨再下个2-3天，就算他毛不凡再有本事，也没办法开车到达养殖场。第2天，暴雨好像听到了我的祈祷，不减反增，天像是漏了一个洞一般，狂风呼啸，雨水宛如大自然的震怒，倾盆而下。这时毛不凡突然发来消息，让我本来放下的心重新悬了起来。我已经到半山腰了，估计再有个半个小时就到了。月月，别忘了给我开门。我把手机递到爸妈面前，3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心中突然有了另一个想法。既然毛不凡已经来了，那我定叫他有来无回。末世之下，谁想阻止我们一家活下去，谁就先上路。毛不凡，既然你非要送死，前世的种种就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百倍偿还。又过了一会，我把毛不凡接到提前做好布置的一个庇护所内，爸妈提前拿着魔仙棒躲在里面。毛不凡一进去，立马就被抽成陀螺。他扒拉了能量的，就你一天天吊着我女儿是吧？我直接拿过他的手机，检查了他的朋友圈、好友群和聊天记录，他果然没有暴露堡垒地址。我放下心来，接下来的画面有点少儿不宜，我就不给你们看了。日子一晃又过了1个星期，气温也急速下降到了零下36度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穿上羽绒服和防寒头套，全副武装之后，和我爸走了几步路，来到关着毛不凡的门口。我推门进去，发现毛不凡了无生气地躺在地上，双眼紧闭。上辈子将我冻死的罪魁祸首，这辈子也被同样的方式冻死了。我的心中五味杂陈。回到堡垒中后，我迅速钻回防空洞。在那之后，我每天的生活除了看剧玩游戏，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偶尔被我爸强拉着起来锻炼，日子平淡但幸福。1年后，气温慢慢回升，我带着爸妈走出了防空洞，看着逐渐升起的阳光，向着新生活走去。